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哥。大哥今天要来处理的是这部中立来的 W124的300CE 24V 的红色。这部车，来的时候是坐拖车来的。那车主是跟我讲说，他冷车发动还好，但是一热车就很容易熄火过喽。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，他只好坐拖车过来了。好，我们大哥来看一下，它里面是红色外表，红色内装。这部车是欧规的，1991年。好，大哥试着先来发动。发动还是 OK， 但是在热车之后呢，这车子就不听话了。在这个状态，大哥发现它有一点抖动，还是有闻到汽油味。这显然，还蛮重的汽油味。但是冷车还 OK， 热车就开始抖得很厉害。我们来看它24V 的引擎盖打开的状况。OK， 这是标准 M104 24V 的引擎。我们现在看到，M104 300CE 24V 的引擎就是长这个样子。车主说他这个喷油盘，是换过的喷油盘，是从那个朋友那边找一颗旧的喷油盘来更换。那更换之后呢，原来他的车子是冷车不好发动，热车都还好。但是现在呢，这部车子冷车好发动，但是热车就不听话了。其实这都应该是喷油盘堵塞，堵塞状况不一样。我们看到，哇，这组喷油盘当然看起来一定是很脏了。大哥呢要来处理的就是第一个，这个喷油盘我必须要拆下来整修。那空气流量感知器要换掉，6支喷油嘴都要换掉。不过 M104 的喷油嘴它是细牙的，新品相当贵，一支要2000多块，这个就是一笔蛮重大的负担。那大哥会来检查它的，校正它的插压阀，然后再来电路的部分，我还会重新检查。那等大哥整修完了以后呢，再给大家一个完整的测试报告。这部红色的中立 W124的300CE，大哥已经把喷油盘整修完成，已经回装了。4支喷油嘴都已经换掉，6支喷油嘴都已经换掉了。那大哥在引擎回装要发动之前，都会检查它的高压线以及相关的这些零组件。那我发现它的高压线，它的第四条跟第6条是断线的。那所以说现在要等高压线的料件来了之后呢，大哥才能够进行下一步引擎的测试跟调整。大哥已经把那个高压线已经换好了。我们看到这个新的高压线它是红头的那我们来看它的旧的高压线，在这个地方，它这个是铁套的。那以大哥个人的直觉，我喜欢这个红色的
黄色的这个规格呢，因为它在插拔的时候很方便，我们从这里就可以拉了。那绝大部分我看到的都是这种红色的这种夹套的比较多。我个人对这个红色的这个比较有好感，因为它在插拔的时候很方便哦，也比较不容易断线。那大哥现在就把高压线盖好，我把它恢复原状装好以后，我们再来看它的试车结果。由于这个是新的高压线，所以说它很有弹性也比较硬很有弹性。那我们看到，因为它这边本来是有那个塑胶的那个夹具，但是因为温度的关系过高之后，它已经断裂了、脆化，所以大哥这个地方把它做编织。那这高压线如果是以 M104的引擎的高压线，这个地方就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把这个线整理好。等整理好，把这个盖子盖上去之后，我们再来看它的试车结果。刚刚张大哥有试发动我们来看它的残压应该已经经过了有快20分了它残压还维持得相当好，所以说它的蓄压器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那大哥现在就到车子里面来进行引擎的发动。我们看到它这部车是欧规的，不过让大哥觉得比较有兴趣的是，它这部车子它是5速的应该车主公司讲好像是92年的吧。那5速的就 R129，绝大部分的300 SL 也都是5速的所以5速的变速箱就在124来讲就觉得很新奇。好，大哥现在来试着发动，红火应该是在，因为刚刚张大哥有试发动，在60度左右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发动。OK， 好，大哥现在发动了，我现在已经把冷气打开了。OK， 好，我们到车子外面来看看它的状况。油压都在正常范围左边这个是怠速马达这个怠速马达的电压，它光度是正常。右边这个是更换新的空气流量感知器之后的电压，大概在0.83左右，因为现在是有开冷气的状态。那大哥，我们来看它的加速反应。124给大哥的感觉就是说，它的在尾速就是说它的那个吞吐量跟尾速感觉上，就是比 M103还要稍微大一点。我再试着做加速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下油式的压力。我退油门的时候，它会压力增加，然后马上又放回来。你看，再一次，表示说它这个整个电脑的运作都是在正常的范围。它在高速退油门的时候，它会瞬间减油，然后增加那个引擎刹车的压力，还有达到省油的效果。那这部车子给大哥的感觉是引擎很深很细。应该讲说，也许是车主对这部车子的引擎的部分引擎 block 的部分，他在有细心照顾。那声音是蛮细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含氧量的数据。左上角这个是它的含氧量
目前是在2.2，还在持续的降低当中。因为它这个年份的车子，它本身是有含氧，有 O2 含氧感知器，还有触媒转换器，所以说它的怠速，它的那个非常低，它的含氧量非常低。如果以这个2.1%的含氧量的话，大哥会认为它验测的时候，它是属于2期的废气标准，是 CO 3.5。CO 3.5的话，以这部车目前的含氧量去做检测的话，它应该会在1%以下。刚刚张大哥有看到地上流了很多水，因为今天天气很热，排气管也温度也高了，所以说它已经没有像刚刚那样子的喷水。那喷水是代表我们的完全燃烧的现象。高压线张大哥已经把它回复了。这个因为这高压线盖，绝大部分的 M104的引擎高压线盖，这个4颗螺丝，这4颗螺丝都滑掉了那它还好，它4颗只滑掉这1颗。虽然说这一颗只是刚挂着而已，但是如果以 M104引擎来讲的话，大哥认为说它算品相很优了虽然外表感觉上还是有一点破旧，但是至少它的这个高压线盖整体的部分，张大哥觉得还是很棒的。那我们再来看它的含氧量1.9%，哇，这个还会再降低。所以代表说这部车子它的现目前的状况是几乎是完全燃烧。那至于说我们今天做的是哪些东西呢？高压线的部分已经换掉了，那喷油嘴全部都换新。分油盘的部分，我们看到这分油盘其实张大哥不管整修之后还有喷砂。高音超音波清洗还喷砂，所以你看到它是非常的新，非常的漂亮。如果跟其他的来做对比的话，那会感觉上说有很大的差别。那包含这个油管的部分，张大哥都刷过了。我希望说，从张大哥手上出去的车子，它都是看起来干干净净的。至于说其他引擎室的部分，像比如说进气气门这辆这么脏，张大哥就无能为力了。至少我们有看到，我们有整修的部分是非常漂亮的，非常新、非常漂亮的。我们看含氧量还在降低，应该到1.7%、1.7%、1.6%，已经是算超优等生了。目前张大哥觉得这部车子是恢复到 M104它该有的这个表现我希望车主能够把这个引擎室能够用柏油清洁剂，或者是说引擎红药水，能够把它清洗干净。因为张大哥总希望说包含这个地方，张大哥总希望说整个引擎室是我们最舒服的地方。那我也希望说能够车子外表漂亮，然后里面呢打开呢也跟外表能够相呼应，那这样给人感觉说这部车是内外皆美。因为长时间大家的老宾士都处在不健康的状态，那经过张大哥整理过之后呢，这个引擎是跟年轻人，因为它换新了嘛，跟年轻人几乎是一样的，所以车主会更加喜欢接近它。那也利用这个机会呢，把老人家这个银发族把它再重新让它回春。让它再重新有年轻的活力，让它看起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我们现在看到，再来一次看，左边这个是怠速马达的工作压力，那右边这个是空气流量感知器。那因为我现在是有开冷气状态，我如果冷气关掉的话，大哥现在把冷气关掉，你们看到它的
电压值会降下来。好，把冷气关掉。OK， 我们会看到它电压值是降下来的，好，直到0.4啊。所以说，在这个我们在调整空气流量感知器的时候，好，这地方要注意一下。好，我现在再把冷气打开。OK， 好，我们来看它的反应。它就是在转速到3000快到接近4000的时候，它不用加油，它自己会拉上去，非常好。好，大哥现在把冷气关掉，我们来看它转速的变化。好，关冷气，它动了一下，然后它又恢复到它大概在800的状态了。我再把冷气打开，它会转速会稍微降一下，然后又回升。打开冷气，它打开冷气几乎连动都没有动。OK， 好，我再把冷气关掉，还是维持在于800左右。好，大哥踩刹车，然后入 R 档，我来看它的转速变化。好，入 R 档，不错，转速只降一点点，降600，而且它变速箱给大哥的感觉是震动非常的小。OK， 在 N 档，好 ，R 档，转速只降一点，这变速箱直觉上的变速箱，还很幼气。好 ，OK， 再来 N 档， D 档，几乎没有什么降。好 ，N 档 ，P 档，好，关引擎，好，重新启动。对，这一点就着了，非常棒。OK， 张大哥，今天这部车子已经完修了，希望这个车主，能够找机会，把这引擎室也把它洗干净，让它里面外面都看起来都是漂漂亮亮的。至于说这个地方，它这个安全带的这个手臂啊。车主跟我讲说，他有时候不太乖的话，我就建议他有时候拉一下安全带，他就自己就收回去了。原则上这部车是很棒的一部车。如果以 W124 来讲，虽然引擎看起来很脏，但是感觉上声音还是很细的。OK， 我们到这边来空吹油看看。很棒，好，今天张大哥的报告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好，拜拜喽。